嘿，大家好 ，It's me 啊。那么相信大家也就知道啦，在9月20号的时候，Nintendo也就是任天堂出了新的游戏机，也就是 Switch Lite。那么相信很多人呢，也就是很纠结，这时候如果要入手游戏机的话，是选择 Switch Lite 还是 Switch 啦？那么这里呢，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Switch 和 Switch Lite 之间的差别啦。那么总体来说呢 ，Switch Lite 是在原本的 Switch 上呢，为了要更迎合掌机的需求呢，把它的尺寸变小，然后重量也变轻了，所以就更适合出门携带咯。与此牺牲掉呢，就是没有 Joy-Con， 那么手柄呢是跟机身结合在一起的啦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没有 HDMI， 也就是没有 TV 模式啦。那没有 Joy-Con 呢，也就没有 HD 震动，还有 IR 相机。那么相信大家看了任天堂的 Switch Lite 视频介绍呢，很多人都以为只是取消了 HD 震动而保留了普通震动，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。那么这里我就给大家明确一下，这款 Switch Lite 是并没有普通震动，也没有 HD 震动的咯。好啦，给大家介绍完 Switch 和 Switch Lite 的差别呢，那我作为一个任天堂的脑残粉，我个人呢是建议大家，如果是第一台入手游戏机的话呢，还是建议大家选择 Switch 哦，而不是 Switch Lite。那么以下呢，我总结了7点不选择 Switch Lite 的原因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就接着看下去吧。第一点，那任天堂的游戏呢，从来都是费钱在游戏本身，而不是游戏机啦。那么相信很多人选择 Switch Lite 呢，都是因为它比 Switch 原版呢是要便宜$100咯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官网上的价格。那么 Switch Lite 呢是199，那么 Switch 呢是$299啦，所以整整相差了$100。那么从数字上来看呢，$100可是相差了很多呢。那么但是作为追寻了任天堂这么久的忠实玩家来说呢，老任抢钱从来都不是机器，而是游戏咯。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任天堂当下最热门的几款游戏的价格啦。那么Zelda也就是塞尔达是$59.99，Fire Emblem 也是$59.99， Mario Kart 也是$59.99。所以从我们上面的价格表呢，也可以让人看出，其实$100呢，连2款游戏都买不到呢。但是如果为了这$100而选择了 Switch Lite 的话呢，其实失去的游戏选择可不止这2款咯。那么旁边的这些都是我列出来不可以在 Switch 上玩的游戏咯，其中呢就有当红的 Just Dance， 还有 Fitness Boxing， 还有等等等等。但是为了便宜$100而损失的这些游戏，我个人认为是不值得的哟。第二点，那么加强体感游戏呢，我相信也是以后未来游戏的趋势啦。那买东西呢，我觉得要讲究一个点，就是 future proof。那么什么是 future proof 呢？那我个人认为 future proof 呢，就是在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呢，它都并不会过时，而都有它所利用的价值。那么这个我认为就是它的 future proof， 也就是它的未来的可用价值啦。那么相信现在很多的游戏呢，都开始往这个体感方向走。那么也就是人亲自参与到这个游戏里，有一个更好的代入感。那么就是人和游戏之间的一个交流啦。那么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有很多游戏呢，其实并不可以在 Lite 上使用的，比如说 Just Dance 还有 Fitness Boxing， 就这些是通过感应动作的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无法感测到的咯。包括之后还有出的一些脑锻炼，还有最近大热门的 Ring Fit Adventures， 就是健身环大冒险啦。其实这些大家都看到，是不是觉得都很有意思？因为你所有动作呢会被电脑上感应，就是你自己会更带入进游戏中咯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很多游戏呢是需要震动进行辅助的。那么比如说明星大乱斗，也就是 Super Smash Bros， 还有蛋系大作战啦。那么这2个呢，其实都需要辅助这个震动呢，来更好进行游戏体验啦。如果没有了震动呢，其实很影响操作的哟。那么虽然这一类游戏呢是可以在 Nintendo Switch Lite 上玩的，那么整个游戏体验就会变得平淡无奇，而且还会影响你的操作哟。那么最后一类呢，就是还有些游戏呢会另外出一些游戏的配件，比如说 Mario Kart 马上就要出的方向盘，是不是看起来很有代入感呢？还有就是太鼓达人的鼓啦，这就是让你真正的感觉在打鼓呢。那么这些呢，我相信以后呢也是未来游戏的趋势啦。所以没有了这些体感的特点的话，我相信游戏的乐趣会减少很多哟。第3点，任天堂家呢当下作品呢就是聚会游戏啦。但是在 Switch Lite 呢，却不能很好的体现咯。那么任天堂呢，加很多耳熟能详的 IP， 比如说 Mario Kart、Mario Party 或者是 Mario Tennis。那么这些全部都是聚会游戏，也是男女老少，不管是上至爷爷奶奶，或者是爸爸妈妈，或者是小孩子，都可以一起参与其中咯。我相信这也是任天堂的魅力所在咯。
那么我自从买了 Switch 之后呢，我就经常会邀请我的很多朋友到家里来，一起来跟我享受任天堂的魅力咯。那么如果我回家的时候呢，我也会邀请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弟弟妹妹一起跟我来玩游戏咯。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的轻松上手，所以整个真的是其乐融融啊。所以这是很多其他游戏所无法做到的咯。那么所以如果选择了 Switch Lite 呢，就少了很多这样其乐融融的全家玩的乐趣啦。那么虽然呢 Switch Lite 也是可以连接 Joy-Con， 但是在这个极小的屏幕下，朋友倒是要以怎样的姿势去看这个极小屏幕，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咯。当然如果你没有朋友，那么 Switch Lite 说不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。第4点，虽然它主打便携，但是尺寸也并没有小到很合适的放在口袋里啦。那么对于女生来说，插在口袋里这一点对女生来说也并不是很实际啦。毕竟女生想要凹造型，再加上女生的口袋其实都是很小的。那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啦。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照片，这些都是放在口袋里的照片，我看起来也是相当的不和谐的，而且非常的不方便咯。当然有人说了，那也是可以放在包包里啊。但是对于女生来讲，在小包如此盛行的这个时代里，如能放进手机、钱包、钥匙就已经很好了，又怎么可能装上一部 Lite 呢？所以我觉得便携性这一点呢，对于女生来讲，我觉得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实际。而且对于我来讲呢，我有80%的时间呢都是连接在电脑上使用的，因为屏幕比较大，分辨率也比较好，玩起来整个画面也是比较舒服咯。这样我还有20%的时间呢是很喜欢躺在床上玩 Switch。那 Switch 呢，砸脸的滋味呢，确实是不好受呢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但是 Switch Lite 呢，虽然是减轻重量，对于我砸脸的体验呢是改善了很多，但是为了这砸脸的体验而失去掉了这么多的优点，对于我来讲，还是多忍受 Switch 的砸脸吧。第5点，如果大家是有录制需求的主播，或者是想要记录自己的游戏的话呢，那么 Switch Lite 呢就不适合你啦。那么 Switch Lite 为了让这个机身更轻更小呢，它取消了 HDMI 的插口，那么就无法导出录制视频啦。如果你想要用 Switch Lite 来录制视频的话呢，就只能30秒一按，然后再拼接起来呢。这个过程真的是多么痛的领悟啊！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第6点就是摇杆问题啦。那么这个问题呢，相信也是困扰大家很多的问题啦。那不管是 Switch 还是 Switch Lite， 其实各个机器上都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咯。但是 Switch 上会比较好，是因为 Switch 上有 Joy-Con， 它如果真的是要去维修的话，就把 Joy-Con 拆下之后去维修，或者是买一个新的 Joy-Con， 其实都不是一个那么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是 Switch Lite 呢，这个机身一体连起来又无法拆卸的话呢，那可能维修起来就比较困难，或者是选择再买一台咯。那么第7点呢，就是穷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总结的7个不建议买 Switch Lite 的理由啦。不知道这个在大家选择 Switch 或者 Switch Lite 的路上有没有一点点帮助呢？那当然啦，这以上这个理由呢，也并不适于以下一些人啦。那么这个视频呢，也不适合那些对自己的需求有很明确的认识的人，就是一定要买掌机，或者是一定要很轻便，或者是经常会携带出门玩这样的一类人啦。那么也不适合一些人已经有了 Switch 会放在家里面，然后之后会想买一个子母机 Switch Lite 带出门玩的这样一类人啦。当然也不适合一群土豪，要买就全 all in。那么这支视频呢，我就希望从7个不同的点，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啦。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小的帮助啦。好啦，那么这支视频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，就按赞我的视频；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就订阅我的频道咯。如果大家有其他对 Switch Lite 有什么的意见，或者是建议，或者大家会不会想要买呢？或者是大家觉得 Switch Lite 跟 Switch 之间又有什么的差别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咯。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